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每天2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欢迎各位来到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中医记》，欢迎各位。我们刚刚和文涛一直在聊那个睡眠负债的话题嘛，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测一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睡眠负债的一个情况。一起来吧。那首先我们来通过掰手指的方式，有症状的呢就放下一根手指，看看谁会有。好，来。首先，肢体不协调，走路时会踢到柜门、撞到桌角，手里的东西时不时会掉地上，拿不稳东西。还好，这好像没有啊。这个是在我有一天没睡好的时候会出现，但不是日常，这算断不断？其实出现这个情况，就相当于是出现了，是出现过啊，出现过是吧？存在了这个睡眠睡眠剥夺。对对。接下来小动作变多，出现了一些不自觉的抖腿、敲桌子等小动作。我刚刚在抖腿上，是啊，我被你传染了。这个，其实这个动作也专门去看过，然后他们就说，你抖腿是大脑让自己那个注意力要集中，让你醒着。对，让你醒着。我看到那个观众有时候给我发消息说，你注意你抖腿的事情。那你是不是同时也托腮翘二郎腿了？是第三项就是爱托腮翘二郎腿。我沉重怎么办？9周包重的。就是那期节目，大家如果翻出来的话，会发现我是托着腮翘二郎腿抖腿，然后顺便踢桌角是吧？它其实都是反映了其实你睡眠的一个状态，睡眠不够了。对，然后接下来理解力下降，有时一句话要读几遍才能理解，还非常容易打错字。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说的这点怎么理解呢？理解不了。那我再多读几遍。然后接下来容易肚子饿。哇，中招！睡觉前会想吃东西，熬夜还会经常觉得很饿。我也会。我已经饿了，我在吃。我这边全是黑芝麻吗？我其实晚上回去之后，我也要吃一点东西，比如说牛肉干或什么之类的。哦。我会觉得是轻松的在进食，我会觉得那个其实是心里面在让自己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晚上真的睡太晚的时候，可以吃一点，但不能吃太多。现在有一条这点说，我控制一下，我会吃早上还有中午，但你吃太多了。他吃7、8个了。没有5、6个，可以吗？可以吃，补你的元气。健康食品，还补气，适合你。我们也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比如说这种睡眠负债的这些症状嘛，大家刚刚你看这么一对照的话，基本都有，全中。从中医角度怎么来解释刚刚这一系列的这种小动作或者是抖腿这种事情？不管你是这个拖着腮帮子也好，还是翘着二郎腿，实际上抖动，实际上都是跟你的机体功能下降有关。是提醒你需要用这种小动作来帮助你皮层功能，让它恢复一点，硬撑着让自己开心、兴奋。那么如果说咱们真的熬夜完之后，第2天，老师我们能做点什么补救一下？最好的补救还就是补觉了。睡觉啊，实际上是补元气、补元神最好的方法。等于机器重启了，你当然就好了。短程补觉也可以，但是午睡一定不要太长，越睡越累了。对，因为本身它是阳气充足的时候，你如果睡了很久了以后，你晚上就会出问题，所以这点要当心。好嘞，咱先点评一下。总体来讲，俩人表现都不错。但是王玉同学中医基础更丰富一点，学得更好一点。因为王继轩的情况比较复杂，能够成功诊断出他的病因，并且提供多种缓解手法，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情绪问题，肝木克犯了脾土。对，应该是情绪。我们可以点揉肩颈、风池、胆经的这些穴位。所以说，这个王玉同学获胜。谢谢老师。好，王玉获胜，恭喜王玉。王玉可能平时看诊经验会比较多，所以他能问到的、能捕捉到的信息会更多一点。我很期待你跟王玉比一场，你俩都很强。你可以啊，你昨天在外边转悠的，就看你今天下午了。好。
来，一起来了。哎，回来了。我们也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比如说他早上如果发现落枕的话，他自己能做点什么当下的手段？发生落枕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办法，我们可以用点穴位。第一个穴位就叫我们的落枕穴啊，落枕穴在手上，你就沿着这个手啊，这个食指在掌指关节后面，沿着这根第二根掌骨摸到有一个非常痛的点，非常痛的。有吗？不，来，我来给你来。来，您哎来，您来。从贴着这个骨头摸进去，摸到一个点，有一点了有一点，就这点你就按了以后，你不断的转头就轻轻转头，转得过去一点就好了。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叫头项循列缺，你去按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方法。好。当然你做点热敷也非常有用。热毛巾。对。今天看诊下来，感觉大家都有很多睡眠问题需要调整。长期的熬夜和失眠呢，可能会导致肾阴虚或者肾阳虚，而且阴虚和阳虚还不一样，补反了会更糟糕。我前几天正好看到一本中医经典名书《景岳全书》，左归加右归，用8味中药材的经典搭配，达到双肾齐补的效果，阴虚阳虚都适用。我知道，而且这个方子传承几百年了，都还在使用。选对了药方，更要选对品牌，就交给30年国民大品牌修正吧，专业又管用，帮助大家迅速修正好状态。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今天上午第一个环节是看诊，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要给我们的病人进行重点的治疗。下午考的时候，咱们要有效，要观察他的睡眠效果。我们推拿能让人入眠，这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掌握立竿见影。3点钟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在考核区集合，期待你们下午考核的表现。好的，下午见，谢谢，加油！谢谢老师。吃饭去，吃饭去，吃饭。来，请。谢谢。谢啊。谁呀你？哎，阿姨呢？走吧，我来关门。下午有想法吗？加油吧！来吧，一起吃饭。我们以后在这儿吃吧，省着还要收拾桌子了。要帮妈妈。没事没事，你吃。但你能行吗？你要吃这个，下午不饿呀？我早上吃的特别多。哥哥姐姐们，今天早上我没有哭，虽然有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哭。而且你今天早上变得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真的是很集中的在考试，你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现在不会要哭吧？还哭？而且我觉得，就哪怕你犯错了，你真的学到东西了，这其实是更好的。对，其实就是来超越自己嘛，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做到超越自己。我觉得我这次比上一次会更好，继续进步。要吃饱一点，下午有体力活。好了，我吃饱了。我也有点饱了。下午没有什么治疗手段可以选了，就从他今天上午教的那一些讲呗。入睡困难，大概你要多久才能睡得着？有的时候5个小时。您睡觉的时候容易做梦吗？最近非常容易做梦。肌肉有酸痛僵硬的感觉吗？有，背部会比较明显。有没有爱口渴？现在就很难。王宇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取穴。阿姨，可以给我当个模特吗？找4个穴。你说哪4个？
新书评书，神堂艺社。来，你可以这样找，抬手。你看，它的肩胛岗在这儿，你看放松，好，肩胛岗横盆子是第3胸椎，下一个就是心了呀，胸3肺腧厥阴但是我能摸到这里，我能摸到这里，其实就算是不是？对啊，然后你就可以摸到这儿，然后4、5、8、9、10、11就这样数的。我其实对于我自己的推拿手法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因为我毕竟平常有练过这个东西。但是王玉在手法功法上更具优势，所以我想请王玉帮我巩固一下。哎，嗨，怎么了，石虎？我有一些问题想问老师。怎么了？就是您今天上午教的意识禅推法，它很容易挪位。你一定要吸定。吸定。对。那我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力去刺激穴位吗？你肯定得加一点，实际上我们用的是手的自身的重量。您的力量主要是往前、往后、往前、往后摆动。因为上午打得不好嘛。君伟哥他是阴阳俱虚，应该感觉呢还是像一个心脾两虚。益母草同学更胜一筹，更好一点。已经这样了，我不如就是专心好好想一想下午怎么给君伟哥治疗。因为通过把脉确实发现君伟哥最近很辛苦，思虑过重，所以我就去向老师请教了一下前臂跟腕关节我能旋转带动大小鱼际的运动。去回，你看我这个肘要动，腕要动。好，谢谢老师。好。二爷，你能不能让我练练推拿的手法？好啊，谢谢。一指禅是臀肩。在这边。哦，你弄得好好啊！因为我推拿练过基础的。哎，那你偏方是用力的吗？是压，不是用力，是压。稳住了吗？稳住那边。除了问老师问题，我还请乐一帮忙，就是给我做一下模特，然后我还去翻了翻书，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治疗，让君伟哥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上次因为自己犯了错误，失去了考核资格，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表现，取得一个好成绩。当这个赛程没有走到终点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最后到底谁是第1名，所以我也不太敢让自己就完全的懈怠。我希望能成功治愈患者，我更想知道有什么是我可以再去努力、再去往上拔的地方。咱们准备去考核喽！走。好，老师。好，走吧，咱们。好的，老师。同学们，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医，不仅要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还要有实操经验。下午将会通过实践考核你们的学习成果。第一，睡眠和环境息息相关，你们需自行选择区域及器材，为助力团布置睡眠环境。第二，你们要根据每位助力团的失眠症状，用推拿结合其他中医疗法，使助力团入睡。整个睡眠过程都将通过睡眠手环实时监测。来，各组的第1名，咱们开始进去挑床及器材。好的。这靠门儿。
那我要这个了。首先，那个床位它不是空调直吹，它也不挨着窗户，它不会考虑到阳光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他戴眼罩他睡不着觉，所以他可以选择自己戴眼罩或者不戴眼罩。这个床应该都是一样的吧？不，我是想选一个高一点。我选这个。其实乐怡那个床其实是我挺想选的位置，因为它更靠里面。但是乐怡先选的那没关系，我可以选离空调相对远一点，然后我看看可不可以把空调关掉。太软了。这两个床可能针对那边有点亮，这不是特别软。还有罐是吗？来，你们3个进来吧。床铺先选一选，架子放上就选好了。还剩下3张床，一个离门口太近会有点吵闹，另一张床离空调又太近了，会很冷。啊，这个已经选好了。好，可以挑东西去了。冬瓜，然后有竹篓子，我肯定不能拿这些东西让他去做枕头。我正好选到了蓝色4件套，因为俊伟哥比较焦虑，蓝色这个颜色可以让人心情比较平静。我选的厚被子，因为针灸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让它受凉。青色的床单，青色在中医上面讲它是入肝的，就是肝火稍微有一点旺。我就拿一个这个床单，也用了他比较喜欢的颜色。枕头我用了荞麦皮的枕头，被子呢也给他用了比较轻薄的。小七哥说过，他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这眼罩也能选，我觉得挺好的。我在门口。尾灸就配一个，如果在睡醒之后能有一杯代茶饮，喝下去是很舒服的。文涛哥他脾胃寒凉，艾灸可以温阳补气。精油哪个去？玫瑰花茶。挑完了是吧？来铺个床单，在这儿吧。如果你也需要节目中的中医大拿看诊，可私信官方账号“初入职场中医季”或扫描2维码填写看诊资料。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傅老师，我把他们全带来了啊！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好嘞，太棒了！本来想去换个睡衣，你们享受的时间到了啊！享受的时间，来进来，太快乐了！哇，我太喜欢这种了。去吧，去吧，还有花儿啊！去吧！哇，哎 ，Hello， 你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我家的元素，我家床单就这个元素，因为你说过了。小七哥，哎呀，有眼罩，谢谢。我还在想担心这事儿，我觉得眼罩有，还有厚被子什么的。哇塞，我这辈子值了，我这厚被子我这个。哥秀肌肉了，哥。哥要睡觉了，哥。哎，你们的床也这么软吗？咚咚的，挺好的。花样卧很标准。王涵，你不用治了，我不用找了，睡着了，直接睡。啊，这个挺舒服的，就是很舒服。哇，好舒服这个。节目抽饭好可爱。啊。
下午的实操考核即将开始，学徒们的助眠时间为半个小时。大家要在该时间内用推拿手法辅助的助眠方法，让助力团入睡。助眠结束后的半个小时为睡眠监测时间。我宣布考核正式开始。来，先趴着，就是自己舒服一点姿势哈，然后趴着。完了以后，你先朝右耳塞。胃不舒服，有点拉肚子。你这里反复在醒。对对对，我晚上会容易醒。哎，你今天穿的挺厚的。加10分。我的治疗方案主要是推拿和艾灸2部分。推拿的话，我是采用了一些放松肌肉的推拿手法。放松。我先就是给你按一按，然后让你放松，完了以后就艾灸灸肚子。你觉得哪儿想让我特别按一按的话，你就跟我说。今天这个腰还行，没有那么硬。放松放松。我去睡。我是要躺着还是趴着？需要趴着。我睡得还蛮好。其实最大的问题有2点，特别容易落枕。然后第2点，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可能需要熬夜，然后就被迫熬夜。我的策略是推拿按摩缓解患者的落枕问题。我先给你按完背，然后呢，很快平躺睡，然后再按肩，你就可以平时就睡过去了。太好了。先把背后的给你按完，然后给你正过来，然后我再给你按，然后可能你按着按着你就比较好的仰卧姿势就睡过去了。早一点入睡，来弥补睡眠不足的问题。因为边上点了香，我就不点香了，我怕到时候味道很浓，你睡不着。我给他下的主诉是入睡困难易醒。您先起来喝一点点这个安神的水，因为它是思虑过多，它伤脾，玫瑰花可以解郁安神。我当时准备的是药膳、香包、泡脚方、代茶饮、熏香、艾灸、针灸、推拿、拔罐、刮痧。其实我能想到的，我全都写了方案。但是我又担心项目一多，反而会影响他入眠，所以我就精简到先针灸，后面推拿，尽量的能睡的时间长一点，睡眠质量深一点。手伸出来，其中一个手，咱先一个一个来贴。当下对于我来说，其实俊伟哥的感受更重要，而且因为他对疼痛比较敏感，让俊伟哥能睡得舒服一点，所以我果断的放弃了针灸针，选了脾内针。这个是内关跟神门这2个穴位，对于睡眠非常有效。这个怎么这么胀？按一按会胀，这个对睡眠特别好，只是我没有用力按，它这个还是挺胀的。升温，可以一点点哦。好了，然后跟你那个翻过来贴在正面的穴位。可以吗？因为他对疼痛比较敏感，我其实没有贴很多的穴位，然后就开始推拿了。我盖上喽。是的，盖上。回家了一样。哎呀。睡眠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睡醒之后很累，记忆力下降巨厉害，肩膀很酸很痛。我先点一个线香，然后这边也给你准备了花啊，好，这就是来枕头呢，就是用的荞麦皮的枕头。你的这个枕头怎么了？非常舒服，是吗？是的，用的枕头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做的那种荞麦枕头。
那个床的颜色是土色，我自己就很喜欢土色，我家的床单也是土色。我家里日常就是会放百合和沉香这2样东西，这2个味道汇合到一起，就感觉让我一个恍惚，仿佛回家了。从挑选的那张床开始，我就已经想睡觉了。进行一个深脉照海的针刺，疼吗？还好。我的治疗方案是先针刺，缓解肩颈不适的同时安神助眠。给您贴一个耳穴。神门这里有青筋，神门这个穴位它有青筋的话，对你睡眠也是不太好的。是啊。贴了这个胃体，还有肝，然后心也给你贴。我们先把耳穴贴一下。就是困，就是我只要倒下来我就睡，深度睡眠时间很短。我的入睡治疗方案主要是以推拿为主，然后加上贴耳穴的方式来配合治疗。这个位置是心脾，耳穴的话，我是选取了神门、心脾、鼻至下这几个穴位。我没有选择耳穴，因为我觉得耳穴它可能会有一个强刺激，它会影响到患者后面的一个入眠状态。我先给你把这个点。这个挺舒服的。你给自己的睡眠打分怎么样？我觉得我睡得很好。如果要是客观数据的一个比对的话，你上午是100分，你下面如果要是不是100分，或者是你这个睡眠稍微差一点，你在后面你没有办法交代了啊，很大压力。其中有一些就是刺激会相对较强的话，我会给你用这个皮内针来进行替代。这是我们的一个经脉奇穴，叫做安眠穴，它就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然后还有太冲、合谷的针灸，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开四关、流通全身气血的一个作用。然后此外呢，还进行了一个内关的选穴，因为啾啾它现在其实有一些好上阴液，晚上手脚都容易热，然后想要放在被子外面的情况。我睡觉一定会把四肢伸出来，我有的时候恨不得把那个冰的饮料放到自己的手心、脚底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三阴交、伏流以及血海、四神经穴进行针刺。通过赵瑞怡下午对患者的针灸，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手法以及对针灸取穴的掌握是很不错。现在给你做这个肚子上的艾灸。OK。转过来就行。对。这个会疼吗？不会疼。啊，就是热热的。对，热热的。我认为艾灸对他来说是最对症，艾灸可以温阳补气、散寒，而且能够让他最舒服、当下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他说个艾灸对这个病应该有好处的，这个病的病位比较深。是肚脐儿是稍微小一点，肚脐儿小。他这肚脐不错，你看这肚脐多圆，又大又圆，说明他在胎儿的时候，他母亲给他的营养很足，这就叫腹诊。腹诊我们要看肚脐，摸肚子，肚脐越大，说明你那个脐带越粗，脐带是腹膜给你的营养通道，越粗给营养越多。哦，对，给他灸应该挺舒服的。你能把腰带解开吗？没事儿，你怕什么？太靠上了，没问题。松一点，松一点。哎呀，脸皮还薄，你要做推拿，我们肯定全给你推下来。你里边不是有吗？没事。镜头里面保护一下。你都结了婚了，没事儿。你闭上眼睛，慢慢的享受，争取睡着，好吗？觉得这个热量还可以吧？没感觉，挺舒服。本身我就是肠胃是比较怕凉的，点上艾灸之后就是温温的，然后特别舒服，我好像没一会儿就有点要睡着的意思。
推拿的话，我是选取了从膻中穴到巨阙穴的轻轻推拿，以及期门穴这几个地方进行按摩。原本我还计划给他开天门、推坎宫、揉太阳、点头围等等，但是后面看周周已经在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了，所以这些地方的推拿就先没做了。线香，有味儿是不是？不想要了。这呛。就是中间醒了一个，他以为是这个沉香的这个问题，但是之前我是跟周周有进行一个确认，这个沉香是可以的吗？还是说沉香有用？沉香可以，所以才会先进行一个沉香香疗，再后来就是我闻到这个艾草味道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一紧。我患者他有艾灸过敏，九州艾灸不了，对艾灸过敏。他们那边在宣艾。哦，中间醒了，我一开始以为是乐怡那个线香的味道，但其实是隔壁在宣艾。你不知道他对艾灸过敏吗？谁？他们对艾灸过敏啊。哦。就我忘记了舅舅对于这个艾灸产生的这种烟雾过敏，所以就很快我就停了，尽量能够让这个空气保持一个清新吧。我看了周周没有不适的问题之后，我就改用了按摩的方式，继续给文涛哥助眠。是我考虑没有那么全面，因为我作为负责他的这个医生，无论周围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都应该对他进行一个负责。趴着。你这个床好软呐。是你不好发力。有一点。哎，你别跟我说话了，你睡觉吧。好。没事，还是你说在趴着这个环境还是可以多说点去。你别说话了，我快睡觉。就还是接受。推拿的第一步最主要是先放松他的肌肉，包括做滚法、肘揉、掌揉，包括对他用了一个拿法去拿肩颈，因为他也说过他肩颈不太舒服，然后再去进行针对性的操作。还揉不下去了。好困。闭掉。对，我的天哪，好困。哇。刚大脑突然涌上来一股困你就直接睡，没关系，红泡沫可以都不做，因为就是推拿是最容易让你睡觉的。这什么穴？再给他点那个脾腧这个位置，因为他是心脾两虚。脾腧第几个？11。啊。除了脾腧还有什么？还有心腧，还有神堂。翳射这4个穴位其实是老师上午就有点过的，然后其实按到这里他大概就睡着了。这个力度 OK 吗？会疼吗？不疼。这是什么穴位啊？这是心腧，看上去比较上，是因为它就有一个他抬头。你坐。大胆。好。应该是在给我推拿的时候吧，我还是趴着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睡着了。按到那个心腧那个位置的时候，就是感觉大脑开始放松了，然后趴着的时候已经在做了个梦了。我都做梦了。你别动，你快睡着了，你别动。我等你翻过来。啊，那你翻过来，咱们弄腹部。趴着睡总感觉很奇怪。好。因为他在之前就有困意了，所以我就知道后面推拿操作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强刺激，所以我给他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扶正，还有就是掌揉法。
你睡觉吧，我给你按。你睡吧，你不需要任何配合。在按背部的时候，按了合阳穴。膀胱经、背腧穴。稍微盖一下，这样睡得会更踏实一些。按的是肩井穴和风池，就是因为他这个落枕的问题，放松他的这边的肌肉。睡眠方面按了太阳穴、翳风穴，这是对他的睡眠非常有帮助。按了颈部的一些穴位，然后包括腿部的一些穴位，然后我就转过身来，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一下就睡着了。因为我主要目的落枕嘛，还有他的睡眠质量。通过推拿的手法，其实已经达到了目的。那我就想，不用给他再上个皮内针，再要贴岗穴的，就先不打扰他。随地大小睡，包睡的。我都不想打扰他睡觉。还醒着吗，哥？那你翻过来吧。你可以睡了，验证。翻过来之后，因为我戴了眼罩，还戴了耳塞，就接下来失去了有效的记忆。失去了有效的记忆。疼吗？两边力度一样吗？我就这样的。轻轻的在头上点了一些胆经啊、膀胱经啊、督脉的一些穴位。行吗？这个力度？脚上有针。是啥？蚊子吗？好像是蚊子，没关系。马上我弄完这个就给你把针起了。我其实有在对抗睡意，因为我不太想这个时候睡着，我怕晚上睡不着。他摊上我有点难。按头的时候，感觉王哥已经有些睡意了。看到王哥抬腿，我就意识到脚上的针可能给他带来了不适感，我就决定立马取针。接下来就只用正负来助眠，因为正负治疗失眠可以立竿见影，是个助眠的大绝招。老师，不行，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动他，不可以动他。我不动他，我怕你动他。在他没睡着。啊。睡着了，睡着了。
果他们对这个有反应，他就会动一动。不是，我好怕你给他挠醒，我以为你要挠他，吓我一跳。没有这个反应，肯定就是睡着了，对吧？对不起，我只有那艾灸一种方法。然后就叫过敏了。因为他今天正好他肚子凉了，他昨天吃的生了，对不起他，真的。小白后来也在一直道歉，这毕竟是我患者的一个过敏源，我自己觉得跟小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虽然说他是这个爱的来源，但是毕竟我下午就是负责周周的，所以他这个问题我是绝对的责任方，这个是没有什么可推卸的余地的。王宇，这个花能拿走吗？是你拿的吗？那我能把它摆后面点吗？因为那束花，它不光会刺激到俊伟哥，还会刺激到王哥，他离王哥是最近的。然后我就想把它撤掉。那我能把它摆后面点吗？但是这个时候老师制止我了。别管，你别跟人说话，走，怎么了？别那么多事儿。老师，我怕那个花影响睡眠，那个香味儿。你不要提醒他，那是他的一个错误。因为他在我病人边上。远着呢，他呢是他的卧室，相当于你的客厅，客厅是允许摆的。老师就说我不能去干涉别人的课题，这确实是需要他自己去发现的一个课题。然后我也相信他经过今天，他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注意这方面，学习到这方面，我觉得他就很值得。今天上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有睡眠质量比较浅，然后半梦半醒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没有在他刚睡着的时候就停止，我还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给他震，让他更加的放松，看他呼吸更加的深长平稳，呼噜声更大的时候，我就再慢慢的撤出去。
打呼了，打呼噜了。感觉跟幼儿园门口等小孩一样的。哎，手机是不是都静音了？特别有声音，给他们整醒了。不要紧张，他们翻个身也可以。对，不是，睡眠是正常要翻身的啊，8小时要翻20到42次身。对呀。哦。知道吗？不知道。那我你要信号，我就给你打车。我怕不超过40分钟，我晚上睡不着。对，正好40分钟吗？45分钟，45。好，可以。卡这么久啊？对。有人醒了吗？翻身。我也再看一眼。没事，我再看看我刚才睡得好不好。老师，老师。怎么样？我们去想办法。老师，我们来。5点整啊，就看你们了。好，去吧。我感觉我的神回来了，特别舒服。你看我眼睛都……对，我这眼睛看出来，眼睛很亮。我觉得他选了一道最难的题，但是他答得很好，不错。而且你知道吗，老师，他前面的东西我都记得很清楚。他到了什么呢？他透视，他用你的这个震颤法，他震一震，我就睡了。真的手麻。我刚才就一个恍惚，仿佛回家了。因为他用的所有东西全是我家味，我都怀疑他去过我家。放沉香又放百合，那个香味一融合飘过来，我说哎，我好像回家了一样。不错，太好了，今天我也特别高兴。是，我用的那比如陈皮，比如放香醒皮的方式来把它给叫醒。你太棒了！睡着了吗？睡着了。
这是我2份儿，好，睡了2觉了，对，睡2觉，很好。金哥，起床，起床，起床，怎么样？睡得怎么样？非常舒服。好，醒了，醒了，可以醒了。对啊，他也睡着了是吧？都睡着了，这老大男也睡着了，太好了，了，很幸福。对，不错。感觉现在睡醒了还有点懵。宋岩先给我做了一些按摩，一会儿就睡着了，睡得很舒服。感谢松岩。是吗？都不知道咋睡着了。就按了颈部的一些穴位，然后包括腿部的一些穴位，然后我就转过身来，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一下就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也脑袋就会清醒很多，没有很昏沉，然后醒过来的一瞬间。当我睡醒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眼前一亮，这个过程是让我感觉很清爽。放一个过歌铃的声音。醒了。起来了，哥哥。醒了吗？醒了，慢慢的。到时间了是吗？怎么样？睡得舒服吧？睡着了。哇，好亮。他打呼了吧？打呼了。好。我给你遮一下，哥。你缓一会儿，你缓一会儿。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睡着了，然后很舒服的醒过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过程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做得非常好。哥，这个刚刚我没有全倒完，留一点白开水给你喝。谢谢。你还要喝水吗？够吗？好。你怎么样？睡着了吧？很好，没什么问题吧？没有。这可以，一会儿等稍微凉一点再喝，现在有点烫，有点烫。好，行，那我吹一吹。喝点那个睡醒的茶，太好了，太可爱了，这个。他们太优秀了，谢谢。最后最贴心的是还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完美的一次治疗和体验。哇，睡得太好，再次感谢。帅哥们，各位学生们，咱们呢现在呢去大论堂点评。OK， 没问题，走。每次都不敢进去这个房间。没事儿，咱就勇敢，大胆接受。那我们就按照哥哥们的位置，没问题，对着坐吗？可以，你们最好对着坐。还困呢，你这个，这睡得太好了，睡得太好了，太香了。明天录节目我得跟那个说一下，我说这是中医贴的，不是我带的什么耳饰。我们现在耳贴有更漂亮的哦，放的人造钻的，这个可以有的，像痘痘贴一样，对，不灵不灵。乐怡把我照顾得很好，真是把我养得很好，把你养得很好。我们今天的学徒，也让我们所有的助力团感受到我们中医外治法的魅力。鼓掌！超棒，超棒！从这一个失眠看似我们经常要用药物才能干预的病虫，而通过我们中医针灸推拿一些其他的外治疗法，就能够基本干预的。我相信各位助力团现在对针灸推拿我们中医外治治病应该是相信了吧？我们现在已经依赖了，略微产生了些依赖。通过你们，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一代感受到中医的魅力，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都没想到大家上午学了这些知识，那么好的能够运用于临床，没想到什么一字禅呀、按揉包括阵法呀，都能做出来并且能做得很好。就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助力团呢，这个睡得太快。对不起，
没事没事。所以他们呢没有机会，对，没有机会展示更多，所以他们都准备了很多啊。但是因为你们睡得太快，睡得太好，对吧？我们就已经目的达到了。我们要检讨了啊，我们要检讨一下啊。综合上下午情况，现在宣布总成绩，好吧？这是我跟沈老师我俩共同打的。啊，我们是认真讨论的，综合大家上下午的表现，总成绩打下来以后，第3名是王涵同学，谢谢。王海同学呢，用了耳穴啊，用了推脊，也用了穴位的推拿，你把傅老师的这一套都学到了啊，做得非常好。尤其在做腹部的治疗的时候，确实不容易啊。对，感觉非常好。今天的这个考核，大家6个人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起 PK， 所以我还挺满意我今天这个名次的。第4名是王玉同学。王玉啊，实际上确实是碰到了一个难点啊，确实做得很辛苦，你也是动出了脑筋。当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用这个百合花放在他床头，你是跟他商量过的，还是你自己独立想出来的？自己独立想出，当时摆了那么几盆花，然后第一想着先摆一个那么好看的，毕竟王哥是一个像花一样的男子。不能再加分了。对，然后因为他今天早上傅老师有提醒过，从心肝脾来论治嘛，百合花又可以清心养心安神。是，但是呢，我要提醒一句啊，花种的选择啊是有点，百合花呢是一个清新的，从我们治疗上来说，睡眠，百合花需要距离要比较远了。啊，要否则的话呢，有的时候它反而清新了，它容易让人兴奋。虽然说相比于昨天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内心是失落的。我觉得只能下次继续好好努力，特别是注重细节。第1名是李同学。哦，眼镜。谢谢老师。李延静实际上做的也很多种，用了皮内针啊，用了这个推拿啊。您先起来喝一点点这个安神的水。这个是内关跟神明，这两个穴位对于睡眠非常有益。这个力度 OK 吗？会疼吗？也用了眼罩啊、耳罩啊等等，包括了很多取穴，还是按照了我们正规的选穴的原则。这是什么穴位啊？这是心腧。我觉得李延静同学应该在这一方面做的还是很好啊，效果也比较好啊。非常好，非常好。延静特别的专业，上午能诊断出我睡觉有吹风情。您昨天是不是睡得吹到风了？下午的整个过程细节很到位。老师，不行，不可以，不可以等他。我给你遮一下，哥。你还要喝水吗？够吗？整个过程感觉非常舒适。谢谢老师，谢谢哥哥。我觉得我的排名变动真的很大，然后昨天其实我压力是特别大的，我就一直在焦虑今天的考试。从昨天的考核发现我领导力不足也好，从今天的考试我发现有的时候把患者摆在第1位才是我们医生要做的事也好，这些都让我成长很大，让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考核。第2名。
小赵同学，哦，乐怡，往后全是好，就知道。赵乐怡同学呢，治疗项目是最多的啊，这个包括了线香、皮内针啊、针灸、神灯、推拿、扎针，你也扎得很好，做得很好，效果也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一句了啊，就是碰到一个对艾灸，他说对艾灸过敏，实际上我认为对烟雾油碟过敏的，点线香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是是不是线香也有刺激。第二，在别人在做艾灸的时候，你要注意保护他，是不是啊？作为医生来说，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以后碰到病人有过敏的，我们注意怎么防护，我们怎么尽避免，对吧？这点呢会更好。这个是我失察，也是临床当中会遇到的很多患者的一个情况。在之后的这个整个行医的生涯当中，我也会更加注意这一方面。第5名是小白同学。小白呢，实际上也是碰到了一个比较难治的，确实在采取了很多种的方法，尤其他是在其他人之外选用了悬灸这个小腹。这想到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有一点要指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早晨知道九州呢，他对这个艾有过敏，对吧？我们这植物的可能有点挥发油，但是这个虽然量很低，但是要在治疗的时候要考虑到做一些防护，其他做得非常好。对自己不是很满意，我感觉这几次就自己的很显然就很束缚，就让我觉得很有压力，没有我第一次那样刚来的时候那种信心满满、那种元气满满的状态。草原与我驰骋筋骨，百家一道扬我通达魂魄。我是白松岩，但是现在反而是畏畏缩缩，希望自己能减轻自己心理负担，然后沉浸和享受这个学习过程。下一次继续前进一米，我还是向前看。第6名是阿姨同学。阿姨这个不容易，我看她按摩不仅仅是按摩了那个治疗睡眠的穴位，还按摩了颈椎，确实这个我们叫共病共病的时候要共治，这样呢效果比较好。但有一点就是一个环境他的脚对着门外，那你就应该把这扇门要稍微拉起来，或者你把他脚包起来，足底最容易受风，所以虽然你穿着袜子，还是应该包起来。寒从足跟起这句话不能忘记的，我中医，所以这点要注意。我觉得我这次应该是比上一次会更好，就是更可以从容的面对，然后给他做相应的治疗，并达到最终的效果。是你们的分差距都不大。我们今天一整天，各位学员们为我们进行帮助，然后帮我们来调节。但其实，听说你们也围绕睡眠之前，是不是对你们也产生过困扰？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工作就是直到夜里3点，只睡3个小时到4个小时，每一天都是这样，就是不停地在工作，没有任何其他的休息时间。那段时间身体上会有哪些表现？就是脱发是很明显的，后来熬到最后就尿血了，但是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就只是我的血压比较低，血糖比较低，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体已经发出了足够严重的一个信号，让你对，然后在此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什么事儿能比命大，我就11点、12点之前尽量我就睡觉。所以我们要告诉的是，各位不能一直做违背自然的事情。对，是的，然后刚刚其实一说这个失眠的事情，阿姨就已经情绪有一点要绷不住了。就是我来分享吧。行，好的。
就是要分享关于失眠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就刚学中医，那个时候我爷爷从医院回来就是中风脑梗，右侧就是他左半身都是瘫痪嘛，然后在家里就待了3天，那3天没有一刻是睡觉过，他一直就叫痛哭那样子。然后我爸爸，他也是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很无助。那从一个县医院又拿到市医院，然后市医院第2天又让他回来了，说就是要带回去吧。然后，因为我自己有血医嘛，然后我还挺无助的。我当时刚学中医基础理论，刚学完中医。我当时就找了我们家那边的中医，我到他的诊所，然后把他邀请到我们家给我爷爷看，他开了7剂药，就是他煮到第3剂的时候，第3剂早上我再给他煮药，然后早上凌晨大概7点左右吧，然后我在煮的时候在厨房，然后我爷爷那个时候好像就，然后好像就不行了。我当时就在他旁边，爷爷旁边，一直在给他把脉，他的手都冰冷的，然后也没有脉，然后我在旁边就一直跪着，就给他把了1个小时。我还不信，就是他走了，我当时很怀疑过，就好像没用，就是治不好。那受过很大的打击。后面我爸说嘛，就是你当医生好像不是什么你都能看好，但是很需要一个医生来做这个中间的人。或者我治好了，那就治好了；如果没治好，又觉得尽力过了。社会是需要医生的。就是医生的使命真的不仅仅是救死扶伤。做一个好中医呢，一定会经历点事情，或者是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家人的事情。是的，你只有经历了，你才有这样更大的一个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动力，去作为一个好医生，既是一种磨难。但是也是一种动力。其实我想说一点是，因为我也在医院工作，而我的工作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为医生提供心理援助。像荣哥就会说，所有的医者都经历过某一类的针对死亡、针对病痛，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亲人的无力感，所以他们去成为医者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来自于不想让自己和其他人再经历这种无力感。我的导师说的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神，我们的工作不是对抗疾病或者死亡，我们的工作是当一个生命在他的历程上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能陪他走一程。我希望这句话也能帮到你们每一位。作为医者，我们可以陪他走一程。觉得救不了这件事儿，真的是很多医生的一个心头病。因为我本身平时是搞肿瘤的，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来选择中医，但是就是因为送过来的时候太晚了，我没有办法救他们，所以这也是我希望能让越来越多人就是看到中医，我想让这样的病人少一点。千万不要难过，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我们作为普通人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所以你们真的很棒，
不要哭了，阿姨，好厉害的。这不错，不好意思。能够经历这些，然后去选择用这样方式面对，本身就是如此勇敢和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将来他学好了以后，一定会去服务更多的，是像他一样有这样经历，但是还没走到最后一步的这个情况，对吧？去解决更多人的痛苦。学医路没有很长嘛，会走到底。是的。希望大家继续加油，谢谢啊，谢谢。好，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下一直在照顾我们的这2天对我们照顾颇多的诸位，谢谢你们。好，谢谢，辛苦，很开心。谢谢哥哥们，谢谢哥哥们，辛苦，哥哥们辛苦了。其实我之前对中医不是特别理解，这次是我第一次比较深度的对中医有体验。中医是给我的感觉是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托举。而这种感觉其实给我的震撼是蛮大的，因为可能我之前受的教育是西医体系当中的，我没有跟每一位都有很深的接触，但是我这次的感受就是，能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很优秀。治愈了。我实操不多，我现在有点思维混乱。没关系，我也在医院实习，所以就是我非常理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测试，就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不挺好的吗？有啥可不自信的？因为你们年龄都很小，然后不管以后是怎样的，我相信在这个社会都会找到安放自己的方式和自己舒服的位置，所以我就是再次感谢大家，然后受益匪浅。谢谢。很高兴这次能把兄弟们拉来，一同推开了中医这扇充满智慧的大门。这次体验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医见微知著的魅力，更是一次对自身身体的深度探寻。不疼啊！这么神吗？神医啊！我的天！特别感谢各位导师与学徒的耐心讲解与付出。老师，我都想学中医了，就为了这个针法。可以。咱们来放药罐吧。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如何防治未老先衰。明显觉得过了40以后容易累，我过了20岁就是这样的感受。网上不是说男人25了就60了？没有。有请金箍脏腑推拿代表性传承人王金贵老师。很养眼你们啊，养眼就是养肝。教大家一些家里自测的方法，检测健康。他只要一松手你就抓住。完了，救护车！您跟我练皮抽过期素木，100减7等于多少？93。刚刚我念的那3个是啥？好。这都是王哥昨天晚上。还有粉色。活动一下颈椎，向左右，仰头，向他们的反射区发起猛攻。没感觉。你感觉是不是太虚了，喘不上气？你这个不能说出来，男生最怕说肾虚。今天的考核呢，将采取团战的方式，每组3个人同分同命运。前3和后3。好大啊！今天整个机体的一个能力下降，诊断男性更年期综合症。一共7天，然后3天会喝酒，在我们中医这块看起来都是赌。90两尺精啊！完了，这下可算有理由喝了，你真的是。给的诊断是肝郁脾虚，您可以多听咪这个音比较多的音乐哦。针推并用治其标。你们看他2个手的变化，哇，这么明显吗？颜色？熟死的大门打开了，把罐了。多少事儿啊，心里。你这已经快出痧了。最终我们得有一个结果。不许，我觉得要碰就碰最硬的。我们真的不想输，肯定有胜算的。不赢说不太过去。经过这4轮的对抗，获胜的小组呢是一整个突袭。开灯，来给镜头打个招呼。说话了，我一翻身就翻身。我们先来一场辩论赛。那我就发疯了哈！我可以打人吗？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你的熬夜身体就是会变差。但熬夜它快乐，快乐就是我唯一的解药。
因时因地因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医也是要是顺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研究表明，短期睡眠负债补回来的效率高达到70%到90%。治病之本，本于阴阳。我要反驳，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如果补不回来的话，我们这一期节目就不成立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玩中医版的海龟汤，陈师傅泡了10年的祛风湿药酒。哎，这个好难，这个瞧不起谁了？这药酒有毒吗？是，这个原料出现了变化。是。对了，因为不愧是这个擅长推理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指尖叶动古房里的秘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要像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都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